俄乌战事焦灼，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1和北溪2管道突爆发生泄漏，相关各方都指这是一起人为蓄意破坏行为。德国媒体甚至爆料，几周前美国中情局曾向德方通报北溪可能遭受攻击。那么，到底是谁要对北溪管道施加破坏？目的又是什么？欧盟、俄罗斯及美国各有说辞，都强调要全面调查事件真相。丹麦媒体报道称，北溪2天然气管道附近周一突然发生爆炸，造成天然气泄漏。随后再发现北溪1天然气管道也有2处泄漏。由丹麦国防司令部发放的视频可见，北溪和北溪2管道上方海面有气泡涌出，扰动范围最大超过直径1公里。丹麦和瑞典均已发出航行警告，要求船只与泄漏位置保持5海里以上距离。北溪1和北溪2是2条平行的天然气管道，全长1000多公里。从俄罗斯经过芬兰、瑞典、丹麦的领海到达德国。北溪2天然气管道与北溪1设计容量相当。去年9月，北溪2项目完工，但受俄乌冲突影响，该管道至今未投入使用。北溪1管道由于维修，也已暂停输气。但为了保证在必要时管内气压水平能够进行天然气输送，2条管道目前都是注满天然气的状态。作为欧洲能源大动脉，北溪天然气管道关系到整个欧洲大陆的能源安全。数据显示，2021年北溪1天然气输送总量达到592亿立方米，占当年欧盟进口俄天然气的近40%。丹麦及瑞典地震学家同日也注意到泄漏范围曾发生猛烈爆炸，其中一次强度相当于2.3级地震。瑞典首相安德松表示，侦测到2次与泄漏事故有关的爆炸，情报显示事故可能是蓄意破坏。正与丹麦和德国等邻国以及北约密切联系。瑞典警方指已展开初步调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三发布声明称，欧盟对此事深表关切，欧盟将支持所有旨在全面揭示事件真相的调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警告称，如果欧洲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欧盟必将采取最强力的还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北溪项目的紧急状态事关整个欧洲大陆能源安全，此次破坏史无前例，俄方对此极为关切，不排除管道事故是破坏活动所致，俄方要求全面调查。北溪天然气管道受损的爆炸事件究竟可能是何人所为？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欧洲政府目前均未断言。德国有海事战略与安全专家将矛头直指俄罗斯，认为只有俄罗斯有动机和能力蓄意破坏北溪管道，然后嫁祸北约，指事故是北约针对俄方天然气设施的袭击。不过，波兰前外交及国防部长、现任欧洲议会议员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的一番话露出另外一种端倪。西科尔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一张波罗的海水域大量天然气泄露的照片，并附言感谢美国。西科尔斯基随后写道，北溪天然气管道受损意味着，如果俄罗斯希望继续向欧洲输送天然气，他就不得不与控制兄弟和亚马尔管线的国家乌克兰及波兰谈判。他留言称干得好。西科尔斯基这一表态发出后，迅速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关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即在转发并质问称，这是关于恐怖袭击的官方声明吗？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德里特米·波利扬斯基则感谢西科尔斯基，让外界清楚地表明了谁是这次针对民用设施恐怖式行为的幕后者。美国向来是俄罗斯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积极反对者。今年2月，俄乌冲突开始之前，美国总统拜登曾警告称，如果俄罗斯发动对乌军事行动，那就不会有北溪2，我们将终止它。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就表示，袭击或破坏行为导致天然气管道发生泄露，显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则表示，美国支持对此进行调查。现在我们最重要看到的一条结果就是，西方的媒体，包括俄罗斯在内啊，大家普遍认为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问题。过早的下这个结论，我觉得其实还是欠妥的。那么这种调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调查可能会受到这种意识形态、这种调查者的他的一些主观的倾向的一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明镜周刊》援引几位知情人士的话称，早在几周前，联邦政府就收到了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警告，称位于波罗的海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可能会遭到袭击。德国政府拒绝就此置评。该国安全部门还认为，考虑到泄露的具体情况，很可能是潜水员或小型潜艇在管道上安装了地雷或炸药，
而只有国家行为体才能做到这一点。观察指，北溪天然气管道的受损意味着今年冬天已经不太可能向欧洲输送任何天然气，这或标志着乌克兰局势的升级。彭博社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表明在欧洲要在没有俄罗斯大量天然气输送的情况下挺过这个冬天。石油管道已经停止运转，但任何关于莫斯科可能在某个时候重新打开管道的希望，现在都破灭了。实际上，我觉得在中长期，大家已经有了这样的预判。那么，即使在这个管道修好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欧洲、美国已经宣布要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能源的这个价格进行限价。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俄罗斯一定要做出这种报复性的措施。那么，这种报复性的措施有可能就包括断供石油或者是天然气方面的断供。所以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个爆炸的事件呢，其实我们不需要过度的解读因为它是一个在整体的欧洲和俄罗斯能源脱钩的这么一个过程。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引发欧洲各国担忧。那您认为欧洲能扛得过即将来临的冬季吗？主持人好，欧洲人呢对北溪管道被破坏产生的惶恐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呢是北溪管道被破坏是第一次，而且呢3条支线同时被破坏，而且呢好像是人为蓄意破坏，这给人的心理阴影极大。二是这条输气管被破坏，等于呢阻断了俄罗斯向欧洲输气的途径，也不知道呢啥时候才能修好，怎么过冬呢是令人发愁的。3呢是担心战火呢会不会从乌克兰出境延烧到其他的地方。不过呢单就欧洲能不能过冬而言呢，看来还是很有准备的。欧洲经济呢可能会陷入衰退，但人呢冻不死。换句话说呢，欧洲呢是能够扛过去这个冬季的。截至9月17日，欧盟的天然气储备量呢已经达到了85.58%，正在赶上历史的平均水平，提前1个半月呢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原先预定这个11月1日呢能够完成这个80%的这个库容率的目标。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是欧洲虽然严重的缺乏能源，价格也比较高，但是呢只要节约12%的消费量，人们呢就能够过冬。二是这12%的节能量呢主要是用于缩减工业用气和用电，居民的基本生活呢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对欧洲的制造业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尤其是有色金属制造业、化工、钢铁等行业。另外受到影响的地区呢，因为对这个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呢都可以勉强过冬，但是呢德国、意大利对俄天然气呢是严重依赖，所以呢这面临比较大的挑战，需要节能呢15%以上。那么对经济的打击呢更大一些。尽管欧洲人呢能够过冬，但是呢也得承受高价的压力。要真正解除欧洲能源危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敦促俄乌停战和谈。但是呢，欧洲仍然在军援乌克兰，没有这个劝和促谈的意思。